从岩间圣母到一束向日葵，有威尼斯的明亮，也有伦敦塔的黑暗。1824年建馆以来，200年间，英国国家美术馆从几十幅私人收藏到2300多幅传世名作。这里用一部西欧绘画史告诉我们，艺术不只属于宫廷和信仰。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里的100幅世界名画。我们先去看这个中世纪和早期文艺复兴的展厅啊。刚一进来就是达芬奇的《岩间圣母》啊。这幅画呢，当时达芬奇画了2幅，一幅在卢浮宫，另外一幅呢就在英国国家美术馆。这幅画前面总是很多人啊，看一下，这是圣母玛利亚，然后旁边的呢是施洗者约翰，下面这个小的就是耶稣了，后面还有一位修女。达芬奇画的这些圣母画呢，他的人物表情非常的恬静，包括这幅画远处还有这种山水啊，但是这个山形呢非常的奇特。这后面有一个很暗的展厅啊，这是达芬奇的一幅草稿，但是这幅草稿呢，最后并没有变成一幅完整的作品。在达芬奇的旁边啊，就是米开朗基罗的一幅画。米开朗基罗呢，他从事艺术70年的时间啊，但是他所留下的绘画作品其实并不多。然后呢，整个英国国家美术馆有2幅。然后这2幅呢，它其实都是未完工的作品。看过了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文艺复兴后3杰的另外一位，这是拉斐尔绘画的一个殉道者卡特琳娜的一个像啊。卡特琳娜呢，她曾经说过，就是我的丈夫或者说我要嫁的人一定要比阳光还要明亮还要刺眼。另外呢，拉斐尔的绘画其实也受到了当时米开朗基罗雕塑的影响。你看他画的这一幅画，他的人物的形态，包括马的这个形态啊，就很有米开朗基罗雕塑的那个状态。这边有2幅木板的装饰画，这2幅画呢是15世纪中期的时候，然后这2幅木板画有非常强烈的这种裸眼3D 的效果，看他衣服这个褶皱好像就是脱离于整个背景当中的。这幅画呢是维纳斯与战神，这是正在酣睡的战神马尔斯啊。马尔斯这个名字呢后来也启发了比如说火星。然后这边就是爱神雅典娜，看到雅典娜的神态非常的平静，然后再看一下酣睡的战神。旁边有一个这叫什么神来着忘了啊，正在拿海螺吹他，试图唤醒他，但是他不为所动。旁边还有一幅波提切利的画叫《国王的崇拜》，这是当时的这个佛罗伦萨国王簇拥着圣母和圣婴啊，就是耶稣。这幅画呢，一般认为是美第奇家族，就是这个在佛罗伦萨的波提切利的赞助者，给他们进行绘制的啊。周围的这些人的画像基本都来自于美第奇家族。另外呢，这幅画其实还有一个彩蛋，就是这幅画里面其实出现了波提切利的自画像，在这儿，他似乎对这一切毫不关心。旁边啊，就是他的老师利皮画的这个圣母、圣婴，还有施洗者约翰。这个约翰画的好，这个侧脸。这边是一幅保罗·乌切罗对于一场战争的描绘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场面。这些正在厮杀的武士啊，这个马画的好呆萌啊，这个马画的很呆萌。然后中间这个应该是一个指挥官，非常的冷漠。然后下面都是这些折碎的这些武器，还有躺倒的士兵啊，说明战况非常的激烈。这幅画呢是意大利画家弗朗切斯卡绘画的《耶稣受洗图》。弗朗切斯卡呢是文艺复兴初期意大利的一位艺术家，同时他也是一位数学家。所以你看这幅画，它的构图其实非常符合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透视。然后呢，它的这个几何的比例把握的非常的精准。这个在早期文艺复兴其实并不常见。比如耶稣旁边有一棵树，这棵树离我们的距离很近，所以看起来非常的巨大，而远处的树看起来非常的渺小，而整个这样的立体效果呢，被它呈现在了一个这种2维的作品当中啊。你看到我们从水里倒影看到这个云和实际云的大小并不一致啊，这也符合我们的透视习惯。这也是《唐顿庄园》里面出现过的一幅画，不过它摆放的位置呢和剧里边出现的位置不太一样啊。Every figure shows a different kind of reverence, some eager, some contemplative, some amazed. Even the magpie seems to have been struck dumb. You're very sharp. Umbria was full of magpies, so Della Francesca chose a bird known for its chatter and made it silent in wonder. How beautiful it is. 这里还有一幅阿尔布雷斯特丢勒的画啊，这个频闪有点严重。丢勒呢有一个很著名的自画像啊，就是他把自己画成了耶稣的形象，然后就非常像那幅画啊，但是那个不是丢勒画的。这是荷兰画家杨·戈萨特画的亚当与夏娃。亚当他指着自己的嘴啊，他刚刚咬了一口夏娃手里的苹果。这幅画呢是杨·戈萨特去这个意大利学习雕塑之后，相当于是把这个学习成果体现在了他的绘画上。
所以这个人物有非常强烈的这种雕塑感。你看这肌肉块儿，这又有一幅大幅的战争题材啊！这个绘画的是古希腊神话当中的拉比泰人与半人马的战争。拉比泰人呢，后来也参与了这个特洛伊战争啊。哇，这个战争描绘的非常的有张力啊，非常非常的激烈。然后正中间呢是2位半人马正在深情吻别。这个是荷兰画家范德维登画的一幅宗教题材的画啊，是一位神父圣胡伯特啊，就当时他画了很多幅，这是其中一幅。这幅画呢，看到众生相很有意思啊，其中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这个人。我们看了太多的宗教和神话题材啊，现在我们来看一个放松的民俗题材。这幅画呢，来自于扬凡艾克，他描绘的是一场婚礼。这幅画呢，有非常非常多的谜团。扬凡艾克呢，因为他改进了当时的颜料调色配比的方式，所以呢，也有人认为他是这个油画之父。看这幅画呢，扬凡艾克对于光影的表现非常非常的自然。看人物面目，好像就是光从他旁边这个窗户这一侧打过来的一样。然后呢，这位女士整体面部的光线非常非常的均匀。它疑团在哪儿呢？是他们顶上的这个灯，它只有一支蜡烛在亮，所以也有人觉得呢，这代表着左边这位男士在阳间啊，右边的这位女士呢，其实已经到了阴间了，是已经去世了。另外呢，就是根据这幅画的创作年份啊，1434年，在那个年份呢，这位阿诺尔菲尼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了，所以呢，这幅画也被人解读为是一幅纪念画。另外，这幅画的绘画也非常的细致，看他身上的这些纹理，以及这个小狗，非常非常的精细啊。他的眼睛非常的有神啊，有一点点高光，旁边还有2双木鞋。另外，在2人中间的镜子啊，可以看到这幅画其实在场有4个人。那背景的2个人呢，很有可能其中一幅就是作者扬凡艾克。墙上的这句话指的是扬凡艾克在场。这幅呢，一般被认为是扬凡艾克的自画像。然后看他介绍说呢，这可能是欧洲绘画历史上最早的自画像。旁边这个展厅啊，主要是威尼斯画派的一些画家。我们先来看一下吉奥瓦尼·贝里尼这幅画像，画的呢是当时威尼斯的一位总督。这位总督他在16世纪初的时候呢，他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刻啊，并且带领着威尼斯人民走出了困境。而当时的总督画像呢，一般都是侧脸。而由于这位总督比较特殊，所以也是首次出现了正脸的威尼斯总督的画像。另外，威尼斯画派呢，就是它的颜色非常非常的明亮，因为那个时候呢，威尼斯是非常富裕的一个地方啊，所以他们能够用上最珍贵、最贵重的这些颜料。在那个时期的话，确实是大家更喜欢这种写实的画风啊，极致的写实画风。旁边呢，另外有一幅画像，这幅画像呢是吉奥瓦尼·贝里尼的最后一幅肖像画。这幅画呢，画的是当时他所在的教堂的其中一位修士，然后贝里尼呢把这位修士画成了一个圣多明各的一个穿着打扮啊。圣多明各呢，在基督教的世界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圣人，然后这个名字呢，后来也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来源。哇，这边都是用金粉去画的啊！哇，现在我们去这边啊。还记得刚才我们提过的威尼斯画派吗？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区域，仍然是威尼斯画派的画家为主啊。展厅当中呢，有一个巨幅的油画，这幅画来自文艺复兴晚期威尼斯画派3杰之一的保罗·维罗内塞。这幅画呢是一个历史主题的啊，它描绘的是当时的希波战争，就是当时波斯帝国的大流士3世和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当时呢是亚历山大大帝战胜了大流士3世。然后呢，这幅画表现的呢是在战争结束之后的第2天，亚历山大大帝呢带领他的这个军队啊去看望大流士3世的家眷，这样一幅场景。这个穿着蓝色衣服正在跪地的呢是大流士3世的妈妈，而英气十足的是吧，穿着一身红色的正是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然后两方的动物呢，其实也预示了这场战争的结局啊。这个猴子它下边拿着一个类似于锁链的东西。旁边这幅呢是威尼斯3杰当中的另外一位啊，丁托利托。他所绘画的一个关于希腊神话主题的一幅画啊，叫《银河的起源》。这幅画呢，主角呢是天后赫拉，因为看到了这个孔雀，对吧？孔雀就象征着天后赫拉。另外呢，这个鹰其实是宙斯的象征。宙斯呢，他抓住了一个像蝎子一样的闪电，这个蝎子呢，它寓意是闪电。然后呢，天后赫拉被吓了一跳，然后它的乳汁呢迸裂到了天空当中，就形成了星辰，之后形成了银河啊。这就是古希腊神话当中对于银河起源的一个说法。这也是丁托利托一幅非常著名的作品。
这幅画呢，它表现的是这个屠龙者圣乔治正在杀龙，然后呢，受到惊吓的公主向观众跑来啊。它这个构图呢，非常非常的大胆。丁托利托呢，他其实突破了当时绘画的一些规制，比如这幅画的构图就和同时期大多数的画面不太一样。这是一幅保罗·维罗内塞绘画的一个国王的崇拜啊，也是这个王室成员围绕着耶稣和玛利亚。那这幅画呢很有意思，就是它有一束光啊，这个我不知道它的原作是这样的，还是它修复的时候加上了这束光。提到威尼斯画派，就不得不说保罗·维罗内塞和丁托利托的老师提香·维切利奥。这个展厅呢，全部是来自于提香的作品，非常豪。先来看这幅啊，这幅画呢，画的是3个人和3种动物。一般认为呢，左边这幅就是提香的自画像，中间这位中年呢是提香的儿子，右面这位青年呢是提香的侄子。然后每个人呢，下面其实都对应了一种动物啊，也分别表达了他们的这种年龄或者性格。另外呢，这幅画上面还有几个字儿啊，它写的是拉丁语，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非常鸡汤的一句话，就是未来的你会感谢今天的努力。另外呢，我们来看旁边的这幅啊，这幅呢是一个有关于希腊神话的一个故事啊。这幅画呢叫阿克泰翁之死。那他是怎么死的呢？阿克泰翁呢，他看到了这个希腊女神，就狩猎女神阿特弥斯在洗澡。他被这个阿克泰翁看到之后，他当然非常的愤怒，所以呢，他作为狩猎女神，对吧？他拿起了他的弓，把阿特弥斯变成了一头鹿。阿克泰翁呢，他带了4头猎犬。这4头猎犬呢，看见了一个鹿出现之后呢，没有认出这是它的主人，然后呢，阿克泰翁就被他带的这4只猎犬给咬死了。旁边这幅同样是阿克泰翁啊，你看他撩开了帘子，又看到了很多女士在洗澡啊。那这幅画呢，我看他的介绍说很有意思啊，说这个人这个皮肤比较黑，然后并没有裸体的人，是提香在现实当中看到过的一个女人啊。哎，这个小狗好好玩。另外，我们再来看一幅有关神话题材的画作啊，这幅呢叫《巴克斯与阿里阿德涅》。阿里阿德涅呢是来自于希腊克里特岛的一位公主，后来呢她嫁给了希腊神话当中的特修斯。不过特修斯呢，在一次梦中啊，由于命运女神告诉他，你和他的爱情不会得到祝福，所以呢，特修斯扬长而去。看到这个特修斯的船吗？在阿里阿德涅始料未及的时候，酒神巴克斯突然经过了这里啊，然后呢，一眼就相中了阿里阿德涅。你看，这是巴克斯一个想要去这个为爱冲锋的一个状态，对吧？衣服都脱了。然后旁边你看，这是他乘坐的这个抱抱车，非常的可爱，也是一脸的惊愕，感觉这希腊神话里就没有好人呢。另外，在左下角看到了提香的签名，这是汉斯·霍尔班因绘制的一幅画啊，叫《大使》。这幅画呢是亨利八世，我们知道亨利八世呢，他试图废除教会，而当时呢，法国为了阻止亨利八世如此行为啊，也派上了2名这个大使前来说服亨利八世。但是呢，我们知道结果是并没有说服成功啊。亨利八世进行了一系列的举措，包括废除了很多修道院啊，关闭了西敏寺，然后收回了海德公园。这幅画呢，其实有很多细节可以去琢磨。我妈看了这幅画，第一反应是这是2个科学家，确实他身后有很多这种科学仪器啊，地球仪啊、观测仪啊，包括这个计时器啊等等。但是呢，其实你仔细观看的话，你看这幅画的整个的器物摆放非常非常的凌乱，然后呢，还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细节，就是这个琴，它有一个琴弦崩出去了，预示了这场谈判的结局，对吧？就是谈崩了嘛。另外呢，在这幅画的左上角有一个耶稣受难图，暗示着这场谈判与宗教有关。然后这幅画还有一个无法被忽视的点，就是正下方的这个透视非常非常诡异的这个骷髅，这个人头，这个感觉就像是用电脑技术把它拉长了一样啊，非常非常的诡异。另外这幅画呢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它这种人物肖像画呢，它以绿色为背景。稍后我们还会看到一幅更著名的以绿色为背景的人物肖像画。旁边展厅就是这位著名的绿色背景的肖像画。这幅画来自于拉斐尔，他绘画的是当时的教皇尤利乌斯2世。这幅画呢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肖像画之一。你看这个教皇，他的面色非常的愁容满面，但是他这个白里透红，他的皮肤保养得很好。然后呢，看他的手啊，他右手拿着一个这个叫什么真丝手帕，然后呢，他左手紧紧地扣住这个把手，表示他好像正在为什么事情而担心啊。旁边呢就是馆藏的另外一幅米开朗基罗的绘画作品。这幅画呢，同样看它是没有完成的。看旁边的介绍呢，说这幅画米开朗基罗在他即将绘制完成的时候呢，突然被叫回到了佛罗伦萨啊，需要他完成一个重要的雕塑作品。那个雕塑作品就是大卫。这边有3幅卡拉瓦乔的作品，我们去看一下。这幅呢是卡拉瓦乔画了一个被这个蜥蜴咬了一口的一个男子，然后这个男子的形象呢画的特别像他的另外一幅名作《酒神狄奥尼索斯》。
卡拉瓦乔呢非常善于运用光影，制造一种戏剧性的这个效果啊，同时呢可以让大家的视点聚集在它的这个光影的中心。另外呢，卡拉瓦乔的画面当中经常出现这种非常显眼的红布，因为它整个的颜色呢饱和度啊相对没有那么高，所以这一抹红呢就会显得非常非常的明显。这幅讲的呢是耶稣在复活之后，在酒馆，由于这个灯点亮之后，众人的惊愕的表情啊，大家不敢相信耶稣居然可以复活。然后这幅画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点是，你看这个水果，这个水果盘其实已经比较杂乱了，并且这个苹果上已经生了霉菌了，说明这个水果可能已经上了一段时间了。那在很长一段时间呢，大家其实并没有发现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直到这个灯光打亮。另外这幅画呢，一般被认为被砍头的这个施洗者约翰，正是卡拉瓦乔的一个自画像。因为卡拉瓦乔呢，这个人特别渣啊，就是他有很多非常过激的行为，比如他曾经杀过人，然后他还逃过狱，所以卡拉瓦乔在很长一段时间呢，他都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处境之下，就是各种逃难。所以这幅画呢，也被认为是卡拉瓦乔一个内心的一个表现。这个展厅呢，主要是维拉斯开兹他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展示啊。然后呢，这幅画比较有名。这幅画呢是维拉斯开兹绘制的一个侧躺着的维纳斯，但是其实这幅画呢遭受过几次伤害啊。他曾经被一位女士在这个维纳斯的背部扎了非常深的7刀。另外，这幅画呢也曾经被泼过油漆。因为一般我们认为呢，维纳斯是一个非常纯洁、非常高洁的一个这个爱神的形象啊。但是维拉斯开兹这幅画呢，有的人认为他画的有一些轻浮。查理一世这么看还是挺威武的，是吧？虽然他口吃，虽然他蠢，但是他长得挺帅的啊。然后他旁边有个牌子，这个牌子上的意思就是我查理一世，英格兰之王，真让人摸不着头脑。上帝让您的仆人平和地离开这个世界。画龙点睛，这个叫画龙虾点睛。这个展厅都是保罗·鲁本斯，来自荷兰的画家。这幅画呢，来自于旧约，它的名字叫休孙与德利阿。休孙呢是犹太教的一位这个战神啊，神话当中的一位战神。当时的军队呢拿他一直没有办法，然后呢他们就使出了一个美人计啊，派出了一个非常貌美的德利阿去接近这个休孙。久而久之，德利阿呢对于休孙其实也产生了感情，但是呢他必须要完成他的任务，所以后来他跟这个休孙就说了这样的事情。休孙跟他说，那其实我的弱点是我的头发，你只要剪掉了我的头发就可以剥夺我的能量。所以呢在这个德利阿执行任务这一天啊，看到这个军队啊已经马上就要闯进来了，然后呢休孙已经完全放弃了抵抗，任由他人去剪掉他的头发。但是德利阿看到他的神情当中其实是有一丝这个怜悯和不舍的，这个也是保罗·鲁本斯的绘画当中一个特点啊，他非常善于用这个人物的表情啊或者其他的衬托去表达这种情绪。保罗·鲁本斯很多绘画的题材呢都是肖像画或者这种历史故事画，那些画主要是来自于委托。而在这个美术馆当中呢，还有几幅鲁本斯所画的风景画，这几幅画呢应该是源于他的兴趣。之前在圣彼得堡东宫的时候，为了找一幅伦勃朗的画，到了闭馆也没有找到。在 NG 这边有整整一个展厅的伦勃朗，然后在正中间呢有一幅非常著名的画，这幅画呢讲的是一个巴比伦的国王啊，在家里正在宴乐享乐，突然呢右上角出现了一个神秘的文字，希伯来语，告诉他今天晚上来收你。然后你看所有人的这个惊恐的表情，惊愕的表情。旁边这位女士她的酒都洒了，并且弄脏了她的袖子。伦勃朗他对于光线的把控非常的极致，你看这幅画，它就是个非常典型的伦勃朗光，而且没有出现任何的穿帮。看这位女士，她的这个脖颈后边是黑的，因为光是从她的侧上方照下来的。然后这个人他的脸上是从这侧照过来的，对吧？他没有完全从他的右上角，就是光源处照下来，因为他左边这位女士的面部有一个反光，照亮了她的右半边的脸。伦勃朗活了63岁，他一共画了600多幅画，其中有100幅是他的自画像。NG 所藏的这一幅呢，是他63岁时的一个自画像。如果他能活到现在，那一定是疯狂自拍。另外呢，还有一幅伦勃朗绘画的一位正在洗澡的一个玉女的一个形象。这个形象呢，一般被认为是他的情人。然后他在描绘这个人的形象的时候呢，以这个卡利斯托，就是维纳斯的3名仙女之一。卡利斯托呢，在沐浴时意外的怀孕了，然后伦勃朗的这位情人呢，也怀了伦勃朗的一个孩子。终于找到维米尔啦！维米尔呢，他一生当中啊，没有留下多少画作，有说34幅，也有说36幅的。维米尔是谁，你可能不知道啊，但是这幅画你肯定见过。这幅画当中的这个窗帘，就是典型的维米尔的风格，
它营造出一种非常强烈的代入感，仿佛你正在这个空间当中聆听它的琴声。看维米尔画的这个人物，感觉有一种失焦感。这个展厅呢，主要是一些英国本土的画家，比如雷诺兹，比如庚斯伯罗。庚斯伯罗对于人物面部的刻画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非常精致的妆容，好像这两个人物刚刚完成了化妆一样。嚯，这大马我还以为是郎世宁画的。郎世宁画一个大白马，我看过，这马屁特别想拍。这是一幅法国画家克劳德·洛兰画的一个海港的落日啊，看他对于海面的处理，还有这个光线，落日的这个非常细腻的光线的变化。然后呢，在克劳德·洛兰的对面是洛兰为偶像的著名画家威廉·特纳，那也是英国的可以说是国宝级的画家了。威廉·特纳这幅画呢，其实你可以看作是对克劳德·洛兰的致敬啊，因为非常相似的场景、相似的光线、非常相似的色彩。威廉特纳曾经说过啊，克劳德·洛兰是无法被超越的。后来在威廉特纳晚年的时候呢，这个英国国家美术馆希望他捐赠这幅画，威廉特纳提了一个要求，就是必须把我这幅画放到克劳德·洛兰的旁边。旁边呢，就是威廉特纳可能最著名的一幅画啊，叫《无畏号战舰》，这是一部相对比较小幅的作品。后面这个大船呢，就是无畏号战舰啊，它上面挂着这个旗呢，是它曾经的一个标志。这幅战舰呢，曾经参加过特拉法加海战，但是呢，之后呢，由于蒸汽时代的普及，这艘战舰呢也完成了它的使命啊，退役了。这幅画呢，画的就是看这样有一艘蒸汽船，非常小，但是就可以拉动这么大的一艘战舰，也是表示了工业革命带来的时代进步。然后远处的这个落日啊，非常的壮烈，相比于之前我们看到特纳的其他的落日，这幅落日应该是最壮烈的一次。看它色阶的变化，它堆叠颜料的这个感觉，这个低垂的即将消失的太阳呢，似乎也预示了这艘战舰的结局。而且这艘蒸汽船冒出的这个滚滚浓烟啊，也和这场落日一样。英国国家美术馆呢，有很多幅威廉特纳的作品，基本都是这种海战或者海难，还有这个落日的景象。威廉特纳呢，他非常善于描绘这样非常宏大、非常壮观的场面。这是特纳晚期的作品啊。据说呢，特纳为了去感受这种火车风驰电掣的感觉，他会把自己挂在这个火车外啊，呼啸而过的火车外，然后再结合他晚年进行的这些色彩实验啊，抽象化的色彩实验，造就了这一幅画。然后呢，这幅画当中有非常强烈的这种对比啊。首先是这个欢呼的人群啊，他们在冲过这个疾驶的火车，正在欢呼。然后旁边有一艘非常平静的小船。在特纳对面呢，就是英国和特纳齐名的一位画家康斯泰伯尔。这幅应该是康斯泰伯尔最著名的一幅画，他描绘了一个这个田园午后闲适的时光。康斯泰伯尔呢，也非常善于画这种乌云、满天的云彩这种感觉。旁边呢是康斯泰伯尔绘制的一幅关于雷诺斯，英国著名画家雷诺斯的纪念碑，中间突然出现的这座公路是整幅画的一个点睛之笔。康斯泰伯尔的画呢，非常像某一个瞬间的定格。在他所在的时代呢，摄影术即将被发明，而在摄影术被发明之前呢，绘画是记录图像最好的方式。之前我们在伦敦塔的时候呢，提到过啊，伦敦塔呢处死过非常多重要的人啊，其中这位女士简·格雷就是在伦敦塔被处死的。这幅画呢叫《9日女王之死》。在亨利八世去世之后呢，年轻的这个爱德华六世啊，年幼的爱德华六世曾经短暂的担任过英国的国王。不过后来呢，在他去世的时候呢，他仍然没有这个满18岁，所以在他立下一任这个国王或者女王的时候呢，他因为担心啊，这个后面的这个玛丽一世就是血腥玛丽，因为他的天主教倾向可能会破坏英国这么多年的这个宗教改革的结果，所以他选择了这个简·格雷。简·格雷呢，当时只有17岁，在他担任女王只有9天之后，他就被玛丽一世废黜，并且处死。这幅画呢，就是展现了他被处死时的一个情形。哦，这个展厅都是睡莲吧？啊，果然都是莫奈的画。你知道莫奈晚年啊，在这个地方他画了250多幅睡莲。然后呢，这幅我在故宫见过一个同款。莫奈呢，他定义了印象派，他非常喜欢在他喜欢的一个场景，在不同的光线、不同的季节啊，反复的去画。比如这一片白杨，因为这片白杨呢，本来是要被政府给这个砍掉的啊，但是他为了能够继续在这里绘画，所以他就花钱赔偿了政府。你看，这是他的签名。冬季日落的一个干草堆啊。莫奈就不需要过多给大家介绍了啊，我会把莫奈的一些画放到这个视频后面。
一下就进入到印象派的这个展区了。印象派这个人气是真的高啊！哦，看到这幅画了，我们去看一看。这是保罗·塞尚的一幅画。保罗·塞尚这幅画的特点呢，是它的对于勾边的使用其实非常的粗糙，它是直接用这个色彩去堆叠在画布上。其实它这有点像我们国画的那个叫什么墨骨法，就是不怎么去勾勒它的轮廓。这个是埃德加·德加绘画的一个红发少女在梳头。德加呢，他当时绘画了很多这种，比如说这个舞蹈女孩啊，或者说这个洗衣厂的女工，绘画了很多关于他们的生活，比如说芭蕾女孩光鲜亮丽之外，他们的一些困境。所以其实很多德加的画呢，可以把它看作是那个时代的这个纪实，或者说什么纪实摄影。这幅画呢，绘制于1896年啊，摄影术呢大概是在1838年、1839年那会儿发明的吧。而差不多在这幅画成画的同一时期，也开始出现了纪实摄影这个类别。这是德加画的芭蕾舞舞女，她们在热身时候，你看这个人她好像这个鞋非常的不舒服，她其实就是那个一瞬间的反应。德加他应该在观看过无数次这样的场景之后呢，决定把它绘制下来。另外呢，英国国家美术馆还有诸如马蒂斯、毕加索等人的绘画。因为印象派呢，很多画家都是法国画家，然后我感觉这边展厅的法国观众越来越多了。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乔治·修拉，他呢一般被认为是后印象派。这同样是一位来自法国的画家，他在这个河岸呢，这是在巴黎。他的这个河岸呢，他画了2幅，河的这岸画了1幅，然后河的对岸他又画了1幅。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呢是工厂工人，你看远处有这个烟囱，暗示这些人的身份可能和这个工厂相关。然后呢，工人呢在下班之后，在这个河岸晒太阳休息啊，所有人的状态非常非常的悠闲。然后呢，在对岸那幅画呢是贵妇啊，每个人呢挎着包，然后戴着非常鲜亮的帽子，戴着非常亮丽的首饰，在树下在乘凉。修拉的画呢，它的构图非常非常的严谨，严丝合缝。另外，它的用色非常的淡雅。我们近距离看一下它的笔触，这是修拉对于草的绘画。这是一个小帽。你看到修拉为这幅画呢制作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草稿、手稿，说明他非常非常重视这个题材。哦，这个手稿就是他对岸那幅画的手稿。对岸那幅画现在应该保存在美国吧，还是法国奥赛啊？忘了。这幅画我原来以为很小，没想到这么大，真人等高。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幅来自于法国印象派画家雷诺阿的画。这幅画呢绘制于他转型期，你看到其他的人呢还是他原来的那个画法，就是笔触上它并不是特别的清晰。但是这个画面当中的这个焦点，就是这幅画呢，它焦点呢并不是在整个画面的中心啊，而是靠左侧，而且非常边缘的这样一个构图。但是这个人呢非常能够吸引观者的眼球，这个人的面部画得非常非常的精致，而且这个人呢作为雷诺阿的模特，在英国国家美术馆当中呢不止这一幅。这边又看到了克劳德·莫奈的画啊，雷诺阿和克劳德·莫奈呢2个人经常在一起去到各个地方去写生。然后呢，这是莫奈，你看他对于水波纹的表示，你如果放大来看的话，它就是不同颜色色块的一个堆积。但是如果你站在一个比较远的位置去看，好像这个水波纹正在荡漾一样啊，这就是印象派。我们提到莫奈呢，他喜欢在同一个场景不断的去绘画。这幅画呢是在巴黎的圣拉扎莱尔车站。当时呢，他对于这个铁路啊、蒸汽这些东西特别的感兴趣。他甚至还在这个车站呢租下了一个房间，让他能够随时的去绘画这些列车，包括这个列车喷射出来这些蒸汽。另外呢，这边还有莫奈在伦敦期间所留下的画作啊，你看这就是议会大厦啊，大本钟。然后下面呢是希斯莱，同样是印象派的法国画家希斯莱在伦敦绘制的，这个是圣保罗教堂。这幅呢是爱德华·马奈。马奈呢是拥有很多争议的一个画家啊，他呢并不属于印象派，但是他经常和印象派这些人混迹在一起啊，甚至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核心人物。这幅画呢是他绘制了一个关于傀儡皇帝啊，墨西哥傀儡皇帝的一场死刑。这个题材呢他其实画过很多幅啊。那在 NG 的这幅呢是这个左边的人物啊，这个主角已经被裁掉了，所以呢我们可以把注意力都放在右边行刑的这些人身上。然后特别有趣的一点是右边这个人，你看他正在非常非常悠闲的在换子弹，说明这是一场虐杀，被行刑的人可能没有一枪就死掉。右面这个人的神情呢，也表达了他们对于这场行刑的一种冷漠的态度。这是爱德华·马奈画的2幅关于咖啡馆的画作，他其实有很强烈的这种纪实精神。尤其你看这个女招待，这个女服务员，虽然她这个画当中也出现了芭蕾舞女，但是显然这幅画的主角是这个女招待。你看她手里左手拿着2杯啤酒，右手好像正在放下什么东西，然后非常不高兴的要离开这个地方，好像表明了她的这个工作节奏非常的快。而且他把外面贴的这个告示，这个镜像也画了出来。哇，这边就是著名的向日葵了。梵高一生呢画了多幅向日葵，
啊，其中最著名的应该就是这幅15朵的向日葵，给大家推一个特写看一下。文森特这个展厅呢，把梵高和高更的画放到了一起了。旁边这幅来自保罗·高更啊，保罗·高更呢，我们知道和梵高有着非常热烈但是非常短暂的友谊。在高更晚年的时候呢，他曾经评价梵高说：“我不想回忆起和这个人有关的任何事情，但是你一提到他，我满脑子都是向日葵，向日葵，向日葵。”高更和梵高的矛盾呢，其实对梵高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最终，梵高在他37岁时，因为精神错乱开枪自杀。这是梵高小屋的一把椅子，他椅子上面的这个烟草预示着他的孤独。另外呢，这里还有关于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的作品。这幅画对于克里姆特的作品来说，已经是相当素雅、相当保守的一幅画了啊。